家人们，咱们今天来聊个大事儿。这事儿啊，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可不小。通用家电，对，就是那个我们家里可能就有的冰箱、洗衣机的老牌子，最近搞了个大动作，他们要砸下将近5亿美元，把他们家的高端洗衣机生产线从咱们中国浩浩荡荡的搬回美国肯塔基州的老家。这可不是小打小闹，这一下子就能给当地带来800个工作岗位，简直就像给平静的小镇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那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表面上看，通用家电的说法特别高大上，他们说我们的目标啊，就是在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生产产品。这话听着没毛病，甚至有点暖心，感觉就像是自家后院开了个专属工厂，今天下单，明天洗衣机就敲门了。但咱们得往深了琢磨琢磨，这背后真的就这么简单吗？这就好比一部悬疑大片，线索都给你了，就看你怎么拼凑出真相。咱们先来聊聊这个离消费者近的说法，这可不仅仅是一句公关口号。你想想看，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浪潮把无数生产线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吹向了成本更低的地方，其中咱们中国就是最重要的目的地。一件商品从设计图纸到你家阳台，可能要跨越整个太平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的供应链。它就像一根长长的链条，把世界各地连接起来，但这根链条有时候会很脆弱，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一次苏伊士运河的堵船，都能让这根链条绷得紧紧的，甚至咔嚓一声断掉。所以啊，通用家电把生产线搬回去，就像是把这根长长的链条缩短，变得更粗壮、更结实。这样一来，运输时间短了，物流成本可能也降了。万一再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也不至于手忙脚乱，整个北美市场的供应都瘫痪了。这是一种战略收缩，更是一种聪明的风险规避。专业点说，就叫去风险化，意思就是别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再来说说那个绕不开的话题，关税。通用家电自己也承认了，说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那些关税，就像一阵催化剂，加速了他们的这个决定。关税是啥玩意儿？说白了，就是进口税。一件原来在中国生产，漂洋过海到美国的洗衣机，进美国海关的时候，咣，被盖上一个高额税章，价格一下子就上去了，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自然就下来了。这就像是跑步比赛里，给来自中国的选手腿上绑了个沙袋，那怎么办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干脆在美国本土生产，这样不就没关税这回事了吗？所以你看，关税就像那个最后推了一把的手，让通用家电下定了决心，把早就盘算在心里的小九九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不过这故事里最有意思、最让人玩味的一点来了，你们知道现在通用家电这个牌子背后的大老板是谁吗？说出来你可能都得愣一下，是咱们中国的企业海尔智家。没错，一个中国的公司收购了一个美国的百年品牌，然后现在决定把这个美国品牌的生产线从中国搬回美国。这操作是不是听着就跟绕口令似的？这恰恰说明了今天的商业世界已经不是简单的你和我的对抗了。海尔这步棋下得非常精明，他深深的明白，要想让通用家电这个牌子在美国市场扎根更深，卖得更好，就必须让它看起来、感觉起来都更像一个纯正的美国品牌。在美国建厂，用美国的工人，生产线上贴着美国制造的标签，这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广告。这不仅仅是经济账，更是一笔品牌价值的账，一笔消费者情感的账。这波操作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本土化战略，把生意做到了消费者的心坎里。所以啊，家人们，通用家电这次的回归，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像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面棱镜，折射出全球制造业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那种不顾一切追求最低成本的时代
似乎正在慢慢退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看重供应链安全、更看重市场反应速度、更看重品牌本土化形象的新逻辑。前开门式的洗衣机和洗烘一体机，这些代表着现代家庭生活方式的产品，将在2027年伴随着肯塔基州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贴上崭新的美国制造标签。这背后是一个中国企业在全球化棋局上的深谋远虑，也是世界经济浪潮转向的一个生动注脚。这事儿值得咱们每个人都好好品一品。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